我大学毕业3个月，面试失败27次，没想到唯一录用我的，竟是一辆失控的大货车。事情要从10分钟前说起。考古系，我们公司做文创电商，你会直播卖玉吗？如果是假玉，我可能会当场拆穿。30块，平地扫码价还在。无偿加班条款，你能接受吗？这条违反劳动法，我可以现在帮你们鉴定一下。今天面试到这里。考古系找工作，简直比给3000年前的青铜器促销还难。爷爷说，真正的好东西不怕没人认识，只怕没人守着。可问题是，我现在连自己都快守不住了。乖宝，咱先等着。出土文物都能等几千年，咱再等一下吧。第2倍半价，第1倍也买不起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样？奶奶，下次过马路走快点儿。我不是在马路上吗？这具身体也叫苏涛，24岁，考古系硕士提前毕业，今天来省博面试，而且这个世界的文物鉴定烂透了。爷爷给我的传家宝也跟着过来了。这个世界到底哪里不对？面完试再说。简历放桌上。24岁硕士，小姑娘，学历高不代表会看真东西。我这省博不是你实习的地方。简历上写的是硕士提前毕业，文物鉴定方向，赵主任可以看完。行，这件商代青铜尊，你要是能说出它的来历，我当场签录用通知。哼。镇馆之宝，这玩意儿底部的基窗床圈痕都快成2维码了。铜锈是化学药水腐蚀的，真正的皮壳不会这么均匀，器壁厚度一致，商代范铸法做不到这个精度。这是系床车出来的痕迹。赵主任，义乌小商品市场300块。他疯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小姑娘，你知道这件器物是哪位专家鉴定的吗？那位专家要是看过底部，应该会收回意见。西床同心圆，赵主任，您在这行20年，这个应该比我熟。保安，给我把这疯女人扔出去！我让你在这行一辈子别想吃这碗饭，滚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聒噪！用化学药泡出来的假货也敢冒充我的子民？好帅，但这桌子少说2万，地板也裂了，不会从我工资里扣吧？你别动！汝乃我主，谁敢欺你？大姐，动手不合规，规矩为何物？就是不能动手，先收着。哼，蝼蚁精也配有法宝？保的是咱俩呀，大姐忍一下。反了天了！你们砸我办公室，我要报警！我让你承担法律责任！赵富贵，搞什么名堂？所有人手机先收起来，今天这件事对外统一说，展陈设备故障，谁乱传先查谁。馆长，这2个疯女人毁坏高物，您看看这桌子，这个纹样。馆长，这些我可以解释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您这位赵主任花了多少谷仓经费买了这块义乌300块的铁瓶，您清楚吗？赵富贵，那件镇馆之宝的采购单
是你签的字。馆长，我能解释。先别急着解释，你说它是假的，证据呢？化学药水腐蚀的铜锈端面是光滑的，自然氧化的是层状结构。您看船前面。现在叫审计来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馆长，馆长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女人带了个人进来，砸了咱300万的国宝啊！300万，就那堆垃圾。馆长，您看他，这就是那个土壤冒出来的苏糖。大姐呢？先别动，此等跳梁小丑，我说别动。赵富贵，起来说话。馆长，这女的面试的时候胡说八道，说咱镇馆之宝是假的，然后她带来的那个女人直接动手砸了，这是蓄意破坏国家文物，得报警，得让他们承担法律责任。300万呢？这下完了吧？馆长，给我3分钟，3分钟之后您再决定报谁的警。说，您听他胡说什么？闭嘴！馆长，商代青铜器用的是快泛法铸造，模范合拢时会留下泛线，器壁内侧会有垫片的痕迹。看这个接面，真正经过3000年氧化的铜锈，横截面是一层一层的，像千层饼，但这个光滑的像切开的肥皂，因为它不是自然氧化，是化学药水人工做就出来的。第二点，商代泛铸法，内泛和外泛之间靠手工调整间距，厚度不可能均匀，但这件东西壁厚一致，这个精度只有现代车床能做到。第3点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，气床加工的车刀痕，3000年前的工匠可造不出数孔气床。这东西的材料成本不超过50块，加上做旧和包装，顶多300。你血口喷人，那是正规渠道采购的，有鉴定证书。什么证书？开证书的人叫什么名字？哪个机构？编号多少？赵富贵，那张采购单上写的金额是多少？馆长，我冤枉了，是供货商骗了我。多少钱？320万。现在叫审计和纪检，让仪器室把光谱仪推过来。馆长，铜锌合金，含锌量32%，这是现代黄铜的标准配比。商代青铜器是铜锡合金，不含锌。赵富贵，你被免职了。审计结果出来之前，不许离开这座城市。馆长，我跟了您15年了，看在这15年的份上，15年，贪了多少？我冤枉，我是被骗的，馆长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糖，考古系文物鉴定方向。苏糖，我先给你独立办公室，特聘首席鉴定顾问身份，正式编制，后续走流程。首席鉴定师，他才多大？人家有本事啊！馆长，不需要走流程吗？特聘我能批，正式流程后面补。明天先让他上岗。谢谢馆长。还算这老头有点眼力。你干嘛呢？好饿啊！饿。在这个世界，无视文化载体的迹象化，只要有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故事，我才会维持实体。怎么补充？先给我找点吃的吧，极品珍馐就行。你就不能吃个馒头对付一下？辱让后母屋顶的文物意识体，吃馒头！3000块底薪，养活自己都费劲，更别说这位老祖宗了。主人，快！走，先吃点炸鸡补充一下，咱们去举完街看看。炸鸡是什么？哎呀，你吃了就知道了，很好吃的。这个世界没人懂文物鉴定，那我的知识就是最硬的通货，得找个办法。
我的姐，把头发扎起来，别太招摇。这是何物？约法3章，进去之后规矩：不许说话，不许动手，不许发光。吾乃……你乃我姐，快走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走。那骆驼上骑的什么怪东西？唐人何时养过那种东西？姐，您眼光真好嘞！正宗缅甸坑口冰种带阳绿，8万块您捡大漏了呀！这是琉璃，连琉璃都认不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刚出院，还没调整过来。出院？你这是在说我有病吗？哎呀，大姐，你再喊下去，咱俩都得进去。3000年，就3000年，你们把老祖宗的东西糟蹋成这副模样。是这个世界本来就不认识咱们传扬下来的文化。真东西一定有，但肯定不会摆在明面上。咱们走，往里找。看见没？明代尚方宝剑，真家伙！听说已经喊到40万了。老周，50万，我出50万，现金马上转。滚一边去！60万，我先看上的。70万，谁给我抢，我跟谁急。哎呦，几位老板别抢，这可是明代御赐宝剑，有缘人才配拥有。不锈钢、喷漆做旧、电脑刻字，老板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呀！那是什么？垃圾。走。70万买一把不锈钢片子？嘘，别惹事儿。 80万，我出80万，100万，老子今天非拿下不可！逛了一上午，全是假货，看来真东西在这个世界没人认识。菱形暗格纹，越王勾践剑最标志性的纹饰之一。这不是废铜疙瘩，这是一把真正的青铜古剑。主人，那个东西。 我知道，不能表现出来。古玩行的规矩，你多看一眼，价格翻10倍。那是青铜剑的文气，至少2500年。2500年的青铜古剑被当成压布石头，这个世界疯了。但这就是我的机会。老板，老板醒醒！ 看啥？随便挑。你那防雨布底下压着的那个铜绿疙瘩，碍事儿，多少钱？一块拿走给你清摊面。破玩意儿，捡了压布的，你要就……有人来了。不好，有竞争者，来者不善，得快。 老板，就这破铜疙瘩，脏成这样还压布呢，不嫌碍事啊？嫌脏你还问？我租的房子腌山菜，缺个压坛子的秤砣，这玩意儿分量倒是够。多少钱？随便给。老板，你这摊上的东西我全要了，开个价。 哟，大老板全要，那可得。老板，这个铜绿疙瘩我先看上的，规矩懂吧？谁先问价归谁。小姑娘，这东西你买回去压咸菜，我出1000，让给我。1000？就这破铜疙瘩你出1000？不卖不卖，你出1000买个破铜疙瘩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这里面该不会藏了金子吧2000。你越讲价我越不卖。 肯定有问题。谁？
忍住，忍住！主人这演技，3000年来头一回见这么不要脸的。哎，我说姑娘，人家出2000你不卖，那铜疙瘩我捡来的白送都没人要。那我150拿走行不行？就当买个秤砣，150多1分没有？那边大老板出2000你不卖，你给我150，你脑子没事吧？我先问价的，他后来的凭什么抢？规矩是规矩，150，卖不卖？5000，最后一次。啥东西5000？就那个铜绿疙瘩。人家有钱任性呗。老板150转账，现在马上！你答应我先问价的。行，150。谢了，老板。有意思。疑似目标物被苏唐带走。哈哈哈！人家出5000，他150拿走了，穷成这样吗？年轻人不懂行，捡破烂还以为自己赚了。150买个铜绿疙瘩回去压咸菜，真是个穷酸丫头。你方才那副嘴脸，省了4850块，走，回家开盲盒。吾活了3000年，头回见人把脸皮当武器使。谢夸。直接砸开不就得了？砸开？你想把剑砸断？那你这样要弄到什么时候？急什么？3000年都等了，不差这一晚上。菱形暗格纹，没错，如果有铭文，一定在这个位置。错金。越王勾践自作用剑。越王勾践剑。勾践，那个卧薪尝胆的小子。2500年，150块，我花150块。这么说，我花150块买了越王勾践剑。等确认身份，这东西必须走正规备案保护，先不能让天宝古玩城的人知道它真正落在我手里。这气息，好凶的剑气！又来！好重的杀气！主君，你是谁？越王勾践佩剑文化意识体，沉睡2500年，今日剑身重见天目，吾随剑而行。持剑者，即为吾主。主君有何吩咐？又一个小的，排队吧，本座先来的。后母父，认得本座就好。主君，请下令。一个后母屋顶，一个越王勾践剑，我这出租屋怕是比故宫密度还高。先起来说话，别跪着。你能证明一下自己吗？证明？证明你是越王勾践剑的化身，不是哪个物业小哥走错门了。主君，请指一物。那个。你劈了我的天花板！剑气一出，空间过于狭窄。这间房子，押一付三，5200。主人，你的天花墙本来就快塌了。
谢谢提醒，但你现在最好别补刀。主君若有不满，无可修复。你用剑气修天花板，你是不是打算把我整间房子劈成2半？一个要吃东西才能维持实体，一个一出剑就拆房子。我月薪3000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150买的越王勾践剑，只要我能证明它是真的。你刚才那一剑能不能控制力度？比如只切东西，不切房子。可以。削铁呢？如切斧。阿武，你说这个世界没人认识真东西，对吧？那如果我能证明自己每次都能看准真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把剑不能乱露面，但它可以当我的底牌，证明我的判断力。明天咱们先走正规渠道赚钱。这个世界不认识文物，但没关系，我来教他们认。先把天花板糊上，押金3000，天花板修补至少2000，加上被房东发现的罚款，完了，这个月连泡面都吃不起了。楼上拆家！属下失职，损毁主君居所，愿受责罚。你先别把话说得这么严重。主君要如何责罚？现代社会最重的处罚是改正错误，你给我起来！主君不责，属下不起。行，我罚你，以后削苹果用水果刀，听见没？水果刀？这个以后只许用这个。遵命。小贝，喊声姐姐听听。后母戊。叫姐。本座铸造的时候，你那个勾践的爷的爷爷爷子的爷爷还没投胎呢，叫不叫？大姐。乖，以后在这个家里，本座说话你听着。剑气外泄，形体粗糙，2000前500年就修成这样。大姐适可而止。怎么，不服？要不要比划比划？够了，都给我坐下。国宝家规第1条，不许在屋内使用任何超自然力量。那本座怎么开罐头？用开罐器。第2条，不许破坏任何公物、家具、墙壁、天花板、地板。第3条，节约用电。这个月电费已经超了。本座晚上要开灯敷面膜，看清楚，2976.5块5，这是我全部家当。你一顿顶级料理多少钱？至少800。一顿800，我月薪3000，你自己算。还有你，一出剑就拆房子，修一次天花板2000你出。属下没有钱。吃不起一个赔不起，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？苏糖，开门！房租，下半年的房租，再不交我换锁了啊！坐下。一个凡人敢在主人门口撒野，坐下。暂停不交钱，东西给你扔出去，听见没有？两个嗷嗷待哺的老祖宗，我一个月薪3000的打工人，不搞钱等着破产吗？明天先去省博，不去看那群傻瓜买假货了。文物不能卖，也不能随便拿出去炫，这是华夏文明的象征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但这个世界没人懂文物鉴定，我可以用本事赚钱。真正能卖钱的是鉴定、修复和打假的这些知识。这个世界不认识宝贝，那我就用正规方法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本事。先撑过今晚。不用排队，贫道这件东西，你们馆长来了都得站着看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牛！家人们，咱今天来省博给师傅的传家宝做个官方认证，5D 币，正儿八经祖传的。排队。小姑娘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雍正铜宝，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。拿走吧，假的。
你说什么？一个小丫头片子看都没仔细看就说假的？家人们听见没？省博的鉴定师2秒钟就说假的，这专业吗？这大爷，要我说理由？你给我说清楚，说不出道理来，今天你这鉴定室别想开了。第一，清代铜钱是翻砂铸造的，模具合翻会留下毛边和砂眼，你这枚边缘有冲长压出来的机器纹，这是现代工厂嵌压工艺。第二，雍正通宝背面铸的是满文保全或保元局名，你这枚上面的满文写反了，满文从左往右读，你这个造假的人拿着图片没翻遍就直接刻模了。还真是反的，这也太糙了吧！我操，这姑娘是真懂啊，满文都能看出来，大仙儿你完了哈！你胡说，这是我祖传的。第三，您这枚重5.8克，清代制钱标准是1钱到1钱4分，折3.7到5.2克，您抛重了，因为现代黄铜密度和清代青铜不一样。大爷，这东西网上批发9块9包邮，1串5枚送红绳，下回来之前好歹做功课。你等着，师傅等我，家人们别走啊！下一位，军事频道，主君说过节约用电，一台电视只能1个台。你一个2500年的剑有什么资格跟本座抢？按辈分你得叫本座祖奶。主人，你评理，这个愣头青非要看什么破军事频道？宫斗剧逻辑混乱，不如战术推演。混乱，那是权谋。你一把剑懂什么叫权谋？刀剑之下，权谋无用。先停一下，这2份超级豪华版黄焖鸡米饭我倒垃圾桶里。这个月第3只了。主人，今天辛苦了。主君请坐。吃完把客厅收拾了，碎的杯子从你俩零花钱里扣。什么零花钱？本座没有零花钱。那就从你下周的炸鸡配额里扣。这鸡块切的大小不一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很好吃。上班打假鉴宝，下班调解纠纷，月薪3000养2尊国宝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明天周末，我想好怎么操作了。这个世界有钱人多，懂行的人少，我们结合法鉴保单、修复单，靠专业赚钱。主君是要用我？不到万不得已不用，你是底牌，不是街头杂耍。遵命。明天先去省博，只要名声打出去，钱会自己找上门。明天本座也去，本座要看那帮蠢货的表情。老馆长，救命！我家那幅画异常变黑了。老赵，你慢点说，什么画？就上个月我花800万从拍卖行拍的那幅仕女图，拍卖行说是明代，画上的人脸变黑了，整张脸漆黑。变黑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挂上去第3天开始变的，而且半夜3点能听见女人哭，就从那幅画的方向传出来的。我请了5个大师，烧了3万块都没用，我老婆孩子都搬出去住了。老馆长，你得帮我。老赵，我这里有个人比我更合适。苏唐，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赵总家里一幅被拍卖行标成明代的仕女画出了问题，你去看看。就她，一个小姑娘。老馆长，你别开玩笑。赵总，我解决了，给多少钱？什么？报酬？100万！只要你能让那个东西别再闹，100万现金随便你怎么拿。走吧，现在就去。现在？你不用准备点什么？桃木剑、符水？不用，带脑子就行。赵总，你这门口贴的符，道教的、佛教的混着贴，不打架吗？管他什么教，能用的我全试了。别说话，跟着就行。到了地方我让你动再动。是。苏唐，就在下面，
你们先下去，我在上面等。赵总，100万。我去。看见没？就是那样，上周脸才黑了一半，现在整张脸都没了。听见没？就是这种声音，半夜3点就响，跟女人哭似的。主君，此话有意。什么意？非活物，但有变化，准许属下。我操！什么情况啊？收剑，别把客户吓跑。你别过去，那东西会……这不是什么灵异。什么？不是灵异，只有没学好化学的文盲。你说不是灵异，那脸怎么黑的？那哭声怎么解释？赵总，这幅画用的颜料里有铅白，就是碱式碳酸氢。古代画师画人物皮肤最常用的白色颜料就是这个。什么碳酸什么？你这个地下室下水管老化接缝处渗漏，污水里有机物分解会产生硫化氢。这个藏宝物密封性又好，气体浓度慢慢累积，铅白颜料接触硫化氢，日积月累画就变黑了。那哭声呢？半夜3点的哭声。你这个横尸机的排肥管松了，夜间温差大，气压变化，空气从缝隙里挤过去。花了3万块请大师，烧了8000块的符，就因为一根破水管。赵总，还有那5个大师的出场费，加起来12万。12万。赵总，画能修，用双氧水熏蒸，硫化磷可以被氧化回硫酸磷。管道找个水电工修一下，300块的事儿。苏老师，那个100万，赵总说话算话吧，修复另算。能修？那张脸能变回来？多少钱？你说。20万，材料费另算。修，现在就修，马上。你直接往上涂，不会把画弄坏吧？先安静，你再说一句，我手抖了算你的。变白了！赵总小声点，别吓着苏老师。他的脸回来了。好了，苏老师，您是神仙，活神仙，我赵德发给您鞠躬。不是神仙，初中化学。转账，现在20万修复费加之前100万诊断费，120万，立刻！赵总，之前100万已经转了，那就再转20万，不，30万，多出来的算茶水费。赵总，画先别挂回来，等管道修好，曹宝屋通风做完检测，确认氯化氢浓度归0再挂。听您的，全听您的，以后我家有任何东西都找您。主君以学识为任，不费一兵一卒，2500年来，这是我见过最利的剑。赵总，管道找水电工300块，别再请大师了。苏老师，以后您就是我赵德发的大师。这又是什么化学反应？主君退后，别动！先把赵总带上去，别让他摔着。又来，又要化形了，第3个，我这是开了国宝盲盒月卡吗？妾身唐婉谢主君重塑今生之恩。又一个。主君，此人我知道，国宝意识化身。主君莫惊，妾身乃周逢手中诞生，距今1200余年，今日得脱囹圄，
此恩没齿难忘。苏老师，你们还在下面吗？走，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。主君，那幅画。来不及了，走侧门。赵总，画上颜料接触双氧水后出现2次反应，图像暂时褪色，属于正常现象，3天后自动恢复。回头详聊。主君，3天后不会恢复。我知道，3天以后的事儿3天以后再变，先把人弄回家。主君，这天怎如此湛蓝？空中那白线是何物？飞机。回家再跟你解释。走。赵总家什么时候请了个古装演员？又来一个妹子。大姐好，妾身唐婉，唐代周妇仕女图化身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姐姐多关照。唐朝1200年，是。又捡一个。主人，你是开收容算的？别问了，又是一张嘴。行，在这个家里本座最大，你排老3，小月那愣头青排老4。规矩。谁排老4？你按年纪算，商代的管唐代的，唐代的管越国的，没毛病。按实力算。各位祖宗，先暂停一下。唐婉，家规，不许用超自然力量，不许破坏家具，节约用电，能做到吗？主君放心，妾身虽不才，但洗衣做饭、缝补陈线皆可。你会做家务？自然，妾身本就是画中侍女，这些乃分内之事。终于来了一个正常的。小月弟，你这衣裳是练剑划的吧？妾身给你补上。多谢。这汤谁教你做的？妾身看了主人手机里存的菜谱视频。哼，比外卖好吃。这日子突然能过了。唐婉，主君有何吩咐？欢迎回家。妾身多谢主主。这个家第一次像个家。这个女人为什么要骗我？这顾青言怎可如此薄情？明说好不离不弃。妾身倒要看你如何收场。唐婉，主君，妾身只是在研究现代人的情感表达方式。研究30集，妾身睡不着。睡不着？唐婉，这些钱一共多少？妾身没算过。12万，你氪了12万，给一个短剧里的假人。主君息怒，妾身只是觉得沈凡太可怜，那些人骂他，妾身想帮他。他是假的，代码写的不存在。唐婉姐，先把打赏页面关掉。可他好像真的在哭。大半夜吵什么？阿五，你教的？跟本座没关系，本座只教了他怎么连 WiFi。130万，搬家花了首付和恒温柜，剩130万，现在118万，1个月不到花了12万，按这个速度，
从现在起，所有电子设备设消费密码，一天上网不超过1小时。可是沈凡他不会少看一集，你再氪，我们全家就要破产。3个国宝化身，一个吃顶级料理，一个拆房子，一个氪金短剧。靠街私活是撑不住的，得找一条持续发展的路。都看，首付加恒温柜花了50万，唐婉氪金12万，日常开销这个月已经花了3万，剩118万，够花挺久吧？房贷每月8000，你的伙食费15000打底。唐婉的如果不管住他至少1万。建一不怎么花钱，但水电费他一个人占1半，加上日常开销118万，按每月5万花，2年，2年以后呢？再接私活，私活不稳定，赵德发那种冤大头不是天天都有。直播就那种对着手机说话，有人给刷礼物的？对，我有专业知识，有鉴定资质，鉴宝内容门槛高，竞争小。主君要把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，只暴露我，你们3个一个都不能出镜。主君，切身能帮什么忙？你先把氪金的钱给我赚回来再说。行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家有新规矩，所有人必须创收。阿武，你那个青铜器鉴定的本事，回头帮我出鉴定报告。你当安保。唐婉，你管后勤和场控。3天后第1场直播。这个世界不缺有钱人，缺的是懂行的人。那就让全世界都看什么叫真正的懂行。唐见天下，土了点儿。你起一个阿武的青铜讲堂。下一个。切，看什么？别想了。主君，直播时若有人挑衅，挑衅那正好，看热闹的越多，流量越大。3天后，唐见天下正式开张。老铁们，帝王绿冰种满绿，价值2000万。塑料这玩意儿，义乌批发市场8块钱一打。这枚乾隆豹老包浆传世品相，保守估价50万。机器冲压纹都没磨掉，50万，5毛都不值。这帮人比殷商时期的乌骗子都不如，好歹乌骗子还得先学几年装模作样。博物馆工资3500，接私活看运气。这帮骗子倒是赚得盆满钵满。定位：硬核鉴宝伏法，专打假货，专拆骗子。你确定得罪人的活儿？得罪人？那帮人连千白硫化铅都分不清，还敢收人800万？不得罪他们得罪谁？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来到馆长不心痛直播间，我是鉴定修复师苏唐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古代铜钱的鉴定方法。首先从铸造工艺说起。这是大学课堂吗？好无聊。主播是机器人吧？翻砂铸造的核心原理是将砂形合范后浇铸铜液，所以真品铜钱表面会有。你讲的太像祭祀铭文了，谁听得懂？行，换个说法，这枚铜钱昨天有人在某宝花3800买的，声称祖传，假的连我家扫地机器人都能看出来。看这儿，机器冲压纹，均匀光滑，古代没有冲床，有这纹的100%现代仿品，某宝9块9一串，花3800买这个的，我建议去医院查一下。查一下，这咱也太损了！关注了！得，这帮人就吃这一套。苏老师傅，帮我看这个，祖传的，我爷留下来的玉蝉。转一下，让我看背面。怎么样？好东西吧？之前有专家给估过80万。哪个专家？鉴宝圈的陈老师，100万粉丝那个。他说这是汉代玉蝉，上等和田。80万？真的假的？这也太值钱了。老周是吧？我说3点，你听好了。你说。第一，你这块玉的打孔是电动钻头打的，孔壁光滑，直径均匀。汉代玉蝉用的是唱钻，孔壁会有螺旋纹和角拉把口，你这个没有。第二，
背面那些平行音刻线间距一模一样，汉代工匠用驼击刻线，力度不可能完全一致。你这个是现代电脑雕刻，程序控制的，才能做到如此均匀。第三，你说和田玉，和田玉表面温润有质感，光照半透你这块。老周，把手电打开照一下，看见了吗？通体均匀无结构，这不是和田玉，是合成树脂抛光的，成本20块。20块，80块变20块，那个陈老师怕不是骗子吧？你胡说！你一个小姑娘懂什么？陈老师100万粉丝，他鉴定过上千件东西。100万粉丝不代表他说的是对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1亿粉丝他也是假的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联系陈老师，明天在直播间看他怎么收拾你。明天有好戏看了，苏老师别怂啊，坐等打脸。欢迎，随时恭候。哟，阿唐呀，第一天就跟人对上了。主君，那个100万粉丝的会不会很厉害？100万粉丝怎么了？真金不怕火烂，假货再包装，到我面前一样打回原形。主君，若明日有人闹事，那正好，看热闹的越多，流量越大。来吧，100万粉丝的大师，明天看到底是你打我的脸，还是我拆你的台。陈老师来了，踢馆了！这小丫头昨天不是很狂吗？今天怎么不说话了？苏老师，我看是苏同学吧，背了几天书就敢在网上大放厥词，你懂什么叫实战吗？看清楚了，战国龙纹玉璧，我花30万收的，你给我鉴定鉴定，让我看看你这博物馆的小职员有几斤几两。30万的玉璧，小丫头骗子吓傻了吧？陈老师是吧？你确定要我当着1万多人的面说？你说，我怕你不成。第一，战国玉璧的古文讲究圆润饱满，排列有序但不僵硬。你这块古文大小不一，深浅各异，刻工粗糙，像是赶工出来的。你胡说，这是手工痕迹。第二，沁色，你这玉璧上的土沁颜色浮于表面，没有层次感。来，我给你照照，看到了吗？化学染色剂，典型的做旧手段。真土沁是几千年渗透形成的，不可能有荧光反应。我操，真的发光了，这好像是假的。陈老师脸都绿了。也是最可笑的一点，边缘，麻烦把玉璧边缘对准镜头。现代抛光轮留下的痕迹，战国时期用的是解玉砂，痕迹是杂乱无章的。陈老师，你买了个现代工艺品，你懂个屁！你一个在博物馆里混日子的小姑娘，懂什么吗？文民间收藏，纸上谈兵都是你瞎编的。敢骂我主人，看来需要一点物理科普。大姐，直播间有房管，冷静一下。陈老师，别激动，我再给你看个东西，看见没？连瑕疵都批量生产。陈老师，你这30万能买3000多个了，99包邮，哈哈哈哈！公开处刑。各位，今天的鉴宝评法就到这里，记住，收藏不听故事，只看东西。下播。这是标准反派宣战。主君，按照短剧节奏，下一集应该是对方派人上门挑衅。主君，属下守门。敢威胁到家门口，胆子不小。先别冲动，现代社会第一反击不是拔剑，是留证。不当场打脸吗？打，但要合法打，打到他连营销号都不敢替他说话。终于有点反派味儿了，很好。来都来了，别只发一条。小唐，你昨晚的直播爆了。看出来了，黑粉也很有事业心。今天馆里收到10几封投诉，说你误导大众，破坏市场，还有人要举报咱们省博滥用中信地。格式统一，错别字统一，连标点习惯都一样。这不是投诉，这是团购。能查吗？能。先别删，全部备份，顺便回复省博欢迎依法监督，也欢迎实名提交证据。那要不要暂停直播？暂停？那不就显得他们赢了？他们越级，说明我戳中痛点。今天不但直播，还要加一条反诈普法。年轻人就是有精神。听说主播被威胁了，今天还敢播，胆子真大，是不是剧本啊？今天不见单见，我们聊一个更贵的东西——认知税。如果有人不让你提问、验货、看报告，只会讲故事吓唬人，那他卖的大概率不是古董，是你的智商。他骂人倒是比动手省力，也省维修费。省博要参与一场海外回流展的初审，合作方资料很漂亮，但我总觉得不踏实。你明天来看看。海外回流展？对，清单里有几件东西，来源写得太顺了，
顺得像提前备好的台词。刚拆完直播假货，就来了回流斩，看来挡路的不止一个伪专家。主君，我研制品想爆，必须前3秒抓住观众。比如，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是鉴宝号，不是霸总求婚现场。我看挺好。需要属下出镜吗？你一出镜，评论区就没人关心文物了。3句话，让假货商沉默一整晚。虽然有点标题党，但它合法。妾身学得很快。馆长，咱们省博官方号3年没涨过这么多粉。年轻人传播能力确实很有活力。馆长，您想说什么可以直说。官方号能不能也让你带一带？可以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科普内容我说了算，不能为了流量乱讲。第二，加班算工时。馆长，我看见了。我去和财务谈，还有这个海外回流展初审资料，合作方下午到，清单你先看。太干净了。干净不好，文物流转史越漂亮，越像简历包装。真正流落国外的东西，经历往往乱得像我的人生。又是威尔辛。这个名字你不喜欢？不是我不喜欢，是他出现的太勤。这只碗放大。这个小东西身份不低。下午的会有意思了。苏老师，这个合作方真是挺大，听说背后是故事文化基金。越大越要看细节。我已经让法务等着了，你先看东西，别急着签。故事写得越感人，越要看票据和流转记录。文物不会因为文案漂亮就自动变真，把真正值钱的东西写成天头，不是眼瞎就是有意。这3件瓷器，照片和标注年代对不上，右面开片像现代仿古，还有这只破碗。它被列成天头，但釉色和器型都不普通，我需要实物复查。如果对方不同意呢？那就更说明有问题。故事基金那边催得很急，说下午要完成入库流程。告诉他们，省模不是仓库，文物不是快递，想入库先过审。小唐，你这嘴。馆长，我已经尽量礼貌了。主君，这就是你说的漂亮陷阱？包装是工艺展，里面可能混着假货和被低估的真东西。需要属下守库房。需要，但记住，守法版。这只碗先别让他们带走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顾总，这边请，老馆长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正主来了。贵馆的历史底蕴真是扑面而来。我们的展品平时存放在恒温恒湿专业库房，来到这么古朴的地方，也算特别的体验。顾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顾先生，文物不是来旅游的，清单上几件元青花，为什么来源只写欧洲私人收藏，流转记录一片空白？你管这叫专业？苏唐，你胡说什么？快给顾先生道歉！无妨，苏小姐很较真，这是好事。不过有些收藏家的隐私，我们必须尊重，这是国际惯例。是尊重隐私，还是来源不方便见光？这是国际合作，时间都是定好的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最大的差错是把存疑展品当真品入库，这张所谓宋代官窑，器型开片都不对，建议暂停入库，逐渐复设。敢跟基金会的人这么说话，这下完了，合作肯定要黄。苏小姐，非必要延误造成的损失，你一个小小修复员承担得起吗？小唐，算我求你了，别闹了，基金会要撤展了，这责任我们担不起呀。我的鉴定报告，几件高仿品的作伪手法都写清楚了，精确到气泡和刀痕。另外，最后一页，
我将你们当垃圾的破碗列为特异级文物，申请最高安保预案。他哪儿也不去，就留在这里。苏唐，你很好。雨过天晴云破处，芝麻蒸丁，这是汝窑。此处的空气湿度低于40%，粉尘颗粒超标，不合格，形制丑陋，色彩刺目，俗不可耐。还有你这窗帘简直是对审美的公开处刑。你就是唤醒我的人，你的品味和你这个人一样过于干燥，缺乏保养。烘焙豆子的焦苦味会污染整个空间的气味分子结构。小瓷片，你在教我做事？你身上的青铜味太重，呛人。我只是在进行必要的环境净化。你说什么？信不信我把你掰当了烟灰缸？我乃汝窑瓷中魁首，而你不过是一堆粗鄙的铜锈混合物。很好，我家现在不仅有青铜、冷兵器、古画，新增瓷器，未来太美好了。仪态尽失，不知保养，这样下去不出10年，皮肤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垮塌。老鼠。原来他手里藏着比文物更有价值的东西。下次走路给点声音，我的花呗不值得你继承。诸君，敌人已失去行动能力。失去行动能力？先回答重点，没出人命吧？现代社会，咱们必须守法。属下仅用剑鞘，按现代律法，肋骨断裂3根，伴有轻微脑震荡。那已经接近重伤害了法盲先生。手机和证据呢？此物过于脆弱，属下已将其物理国式化。不对，不对劲。他如果只是为了汝窑，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。跟踪、偷拍，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顾廷森这次不是冲文物来，是冲你们来。很好，家里从文物收容所升级成重点监控目标了。我们看到苏唐老师的工作环境虽然朴素，但他对文物的热爱是没人能比拟的。说起匠人精神，就不得不提切身最近追的短剧，男主打造商业帝国的匠心，就如同苏老师修复这文物一般。这是我们馆的志愿者小唐，他情绪比较饱满，尤其热爱传统文化传播。啊？可他也热爱志愿物服，我先带他去后勤帮忙，你们继续。开会，现在马上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把快递送到咱家门口吓人。开会，各位祖宗，今天不讨论动画片，不讨论湿度，只讨论怎么保命。我刚看到关键反转，这上面的污渍成分复杂，含有糖分和人工色素，简直是灾难。都给我闭嘴！听阿唐说，最大的灾难是有人已经盯上你们，再不防备，一个被当展品切片，一个被拿去熔炼，一个被关进恒尸箱。今天起取消单独行动，所有人听我安排。建一，属下在。你负责近身保护，保持3米距离，重点是3米，不是贴身。是，诸君。阿五姐，你负责战略威慑，能吓退就别动手，真要动手也请控制在医药费可报销范围内。乐意直击。你做技术总监，负责识别监控环境异常和伪造品，敌人很可能拿假货钓鱼。前提是你们不能再用这种劣质的加暑器污染空气。唐婉姐，你负责社交伪装，美貌可以用霸总文学先封存，保证完成任务，为了爱与正义。我上辈子是毁灭了银河系吧，这辈子要当个全职保姆。阿唐，喝口水。干嘛？水里没毒吧？哼，爱喝不喝。我现在觉得我就是个倒霉蛋。不，
顾廷森那些人把我们当成明码标价的货物，但你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当成需要被尊重的生命。你不是在占有，而是在保护。阿唐，这才是家主的意义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肉麻死了！快去看看冰箱里还有没有冰棍。展会资料，直播后台，跟踪者的手机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叫衔尾蛇的跨国集团。他们不止走私文物。小唐啊，天大的好事儿！国际顶级的璀璨之夜拍卖行给你发邀请函了，指名道姓请你做春拍的特邀鉴定嘉宾，这可是天大的面子。灯光的色温偏差超过了5%，在这种环境下鉴定瓷器，简直是一场灾难。记住，你今天是我的高冷小助理，除了点头和摇头，不准点评现场湿度。苏老师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这个拍卖会蓬荜生辉啊！顾总太客气了，这局我怎么敢不来？苏老师还是这么爱开玩笑，希望今天的藏品能入您的法眼。各位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袁清华四海归一，龙纹大冠。我们的专家团已经给出了结论，这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国宝级珍品。下面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本次春拍最权威的鉴定嘉宾苏唐老师点评旷世奇珍。苏老师，这件东西您怎么看？我要上手。这件大冠的工艺堪称巧夺天工，完美的像一本教科书。但正因为它太完美了，没有一丝元代工匠的人味儿，我建议进行微观结构检测。不敢说就是没本事，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耽误我们拍东西，下台吧！苏老师，大家都是爽快人，您就给个准话，别让我们干着急了。好，既然各位想听实话，那我就说得清楚一点。麻烦各位看大屏，今天现场教学，讲一讲作伪，也讲一讲科学。看这里，这不是元青花应有的自然气泡，而是工业流程做出来的规律泡点，大小均匀，排列整齐，像排队站军交。你胡说八道，这就是古代工艺的巅峰，你懂个屁！巅峰可以，我们对比一下真正的标本。真正的老瓷，气泡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是旧的有逻辑。人老了还分皱纹先后，瓷器也一样。再看磨损，传家宝不是绑在打磨机上天天转圈，还有这块泥，反光晶体是现代胶，不是尘土。苏老师，您冷静一下，鉴定是个严谨的事情，我当然严谨，严谨到可以判断它的做旧酸蚀痕迹。友情提醒，这类化学处理不适合近距离闻，对头发也不太友好。退钱！你们璀璨之夜搞诈骗，拿个化学品来蒙混我们！顾总，你必须给个说法！各位来宾，请安静，本次拍卖我们暂停。急什么？假一赔三不是规矩吗？苏老师，今天真是给我上了一课。不客气，学费记得结一下，打到你们主办方的赔偿款里就行。太聪明的人通常活得很累，总比太蠢的人活得违法强。顾总，有空多读读法条，能延年益寿。游戏结束了，我不想再看什么破烂鉴定，把那份名单想办法拿回来。大清早发加密邮件，最好不是广告，不然我会礼貌拉黑。动手，
他们是谁？发件人是谁？加载太慢了。如瑶，技术总监上岗，帮我看一下加密附件。老馆长，我收到一份流失国宝名单，上面有地址和交易时间，对方可能马上转移，我需要管理配合核实。小唐啊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名单？大声点，我这边信号不好。我拿到了一份跨国文物流失线索名单，里面有几件失踪多年的东西，他们可能要被非法转卖出境。您听清楚了吗？小唐，你别冲动，这可能是陷阱。你把东西发给我，我立刻上报。你千万别一个人行动。来不及了，馆长，他们连交易时间都写上了，最近的一个就在今晚。我怕等我们走完流程，他们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顾总，发现苏唐前往东郊隐秘救货交易会，就是交易残卷的地方，要拦下他吗？不，让他进去，让他别那么顺利的拿走东西，记住别留下把柄。等下你别说话，我是海外归来的神秘富婆，你是沉默寡言的远房表弟。收到。我的任务是充当一个不会说话的装饰品。对不起，大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错了，你请，你先请。好吧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看一看，瞧一瞧，前朝皇帝御用金饭碗，摸一下延年益寿，买回家日进斗金啊！镀铜的铁，上面的龙纹是激光雕刻的工业垃圾。先别管假货，3点钟方向，那个是顾廷森的助理。老板，你这个桌垫怎么卖？卖个屁！晦气玩意儿，旧仓库里翻出来的，擦手都嫌脏。你要是能拿走，给我10块钱。行，10块就10块。等等，这东西我出500。500买块破布。先生，你家狗窝是金子做的吗？还是说你看上了我，想跟我抢狗的东西引起我的注意？小妞，这东西是我们先看上的，识相的就滚开。这个我要了，帮我包起来。好的，女士，我这就为你打包。国宝级待遇，菜市场包装，真是谢谢你了。我的天，这画的是古代的 CBD 吗？你看这个小贩，连脸上的褶子都画出来了。这不是普通的帛布，这是《清明上河图》一个从未现世的残卷版本。哎呀，可算有人把我从桌脚底下救来了。在下清河见过各位，只是个垫桌脚的。先别靠近，报一下身份。这位女君气度不凡，想必就是传说中的司母仪鼎。只是您下次若想震慑旁人，不必特意将袖口那处纹露出来，平常心即可。这位小郎君心思玲珑，只是那几张写着“主君今日夸我了”的纸条，藏在考功记第3卷第7页，恐有受潮之欲啊。这位姑娘热情似火，只是那108部霸总短剧的会员费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窥我手机？不管你是画中仙还是桌垫精，先暂停八卦。除了八卦，你还有什么实用功能？请在我把你卷回去之前展示一下。家主息怒，在下虽不才，但识人辨物的本事还有几分。顾廷森交易的暗号是3短1长敲桌子，代表货到人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是一直在桌脚底下吗？在画里待久了，什么3教9流没见过，这叫市井经验。家主，顾廷森不只是卖东西，他卖的是故事。先在 A 城博物馆制造一场小火灾，烧毁一件仿品，再让正品出现在 B 城的旧货交易会，最后用伪造的流转记录在 C 城的拍卖行骗取巨额保险，一条龙服务，干净利索。那就让他付法律代价。这是他们下一步的计划，精确到时间和地点。家主，他们搭了这么久的台，也该轮到咱们把灯打开了。你做情报总管，把他公司的漏洞整理出来，最好精确到哪个仓库的灭火器过期。韩婉姐，你负责社交套话，下午茶经费可以报，但霸总周边不报。你俩负责仓库环境和真假货标记，注意安全，少吐槽。阿五姐，我做什么？我去卸了他哪条腿？您坐镇，您是核武器，是最后压场的王炸。哼，算你识相。说，顾总，不好了，东郊的
换个仓库。顾总，税务局的人突然冲进公司查账，我们好几本假账都来不及销毁。顾总，海关把我们准备运出去的货全扣了，说是接到匿名举报，怀疑是走私文物。苏唐。家主，别喝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天塌下来了？顾廷峰破产了？他没破产，他急了，准备在省博制造火情，把责任推给我们。行，那就让他自己撞进证据链里。各位，现代安保第一课：制服可以，别造成严重伤害；留证优先，别拆管。阿五姐坐镇青铜馆，建一守库房；唐婉姐在修复室接应，汝窑丁机房和瓷器区环境变化，清河留证。证据链完整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关门启动应急预案，记住简洁一点，别把这事儿打成连续剧。什么声音？别管，先拿东西。展厅禁止暴力开柜，也禁止熬夜伤脸。唐婉姐，够了，别升级成美容事故。第一路打包完成。湿度上升0.3，灰尘颗粒超标，你们真的很不讲卫生。谁？门打不开！机扛保住，工具没坏，空气质量需要重做。很好，能省一件是一件。没有碎瓷，没有灰尘扩散，勉强合格。多谢。你们两个还挺会互相验收。家主，入侵者领头者没有撤，他身上还有东西。想让这事顺利收场，没那么容易。通知所有人停手，现在开始，重点不是抓人，是保展厅。苏唐，出来！你不是在乎这些东西吗？先纠正一下，那不是破烂。第二，公共场合大喊大叫不文明。少废话！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让他毁在这里！聊聊，顾廷森给你多少钱？你以为钱能收买我？不一定，我只是想确认你是有信仰。他要启动了，清河操控结构，汝意看好安全箱和信号，建议你盯他的手。非法燃烧装置简陋，远程控制。7点钟方向，消防安全箱已开启。谁也别想好过！站住！你是国宝，不是消防器材。他要失控了，来得及。大人，时代变了。我看不见了。你刚才不该拦我。我不拦你，难道看你冲上去硬扛危险装置？我扛得住。能扛和该不该扛是两回事。我养你们是挺费钱，你天天炸鸡汉堡，建议昂贵的磨刀石，唐婉姐氪金能让我半夜心梗。此时说这个，不然呢？煽情太贵不适合我的经济状况，但再费钱也没打算让你们受伤，听懂了吗？阿唐，你可真肉麻。嘿嘿，麻烦和我一起去跟警察解释这一地白粉啦。家主，头目的通讯记录、顾廷森的转账记录、行动指令全都备份完成，我已经同步发给警方和老馆长。空气洁净度下降严重。我知道，我的清洁费也下降不了。主君，我那个石膏只是薄薄一层。谢谢，等会儿你亲自跟警察解释薄薄一层。行了，收工。接下来进入本馆长最不擅长的环节——合理解释。这是已经结束了？差不多。我们省国的安保预案比较有文化特色。这个是修复辅助固定材料，无毒，
可水洗，主要作用是让人冷静。小苏，你没事吧？展品没事吧？人没事，展品没事。这些人是外部安保协助人员，唐婉负责修复材料应急固定，汝瑶负责环境安全评估，剑一负责近身防护。近身防护？他比较沉默，但很守法。未拔剑。顾廷森先生，你涉嫌组织盗窃、走私文物，并指使他人袭击沈博，请配合调查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不可能，那些资料怎么会在你们手里？你提前发现了他们的行动。是，顾廷森集团此前涉及多起假拍、走私和文物骗保，我判断他们会彻底急眼。那些志愿者都有临时协助记录，部分人员身份特殊，不方便公开，但他们没有造成严重伤害，现场所有行动都有监控备份。对，特殊人才，特殊人才。他们把我拍得好模糊啊！评论区用词粗糙。很好，大家关注点都很健康。顾廷僧已落网，此事算完。顾廷僧完了，但追回的文物、牵出的旧案、上级调查都还在后面，还有清洁费也在后面。以前请他们来看，他们嫌无聊，现在出了事，倒都知道文物珍贵了。也不算坏事，只要最后记住的是文物，不是石膏面膜就行。小李，苏老师，沈魔有没有心理咨询？给工作人员的，给看见报价单的人。小唐，你先别心疼钱，上面的人下午到要正式表扬你。表扬能抵维修费吗？维修费应该不行，但能抵你升职。你不只会鉴定，还懂公众传播、风险判断和团队调度。沈博现在最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。我只是做了文博人应该做的事，以及一个房租快到期的人应该做的事。主君，欢迎凯旋。这次做得不错。不错归不错，明天开始所有人节约开销，尤其是你们的外卖和氪金。家主，顾廷森只是线上的一环，真正的走私链还牵出很多旧案，这条线不能断，上面也许会让你继续参与。行，反正都养这么多了，再多一点工作也不差这一口气。小苏，上面想让你牵头做一个文物追溯和公众科普联合项目。听起来不像项目，像3个人的活压到1个人身上。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有补贴吗？有。那我理解为组织信任。苏老师，网友现在特别想看你直播讲这次案件。还有人想看那个石膏面具。石膏面具不讲，我们讲文物保护，讲反走私，讲鉴定常识。那就用不严肃的方式讲严肃的事。从今天起，把流量变成文化传播，把热闹变成真正的记忆。苏老师，馆长让您明早参加干部会议，听说和您的任命有关。任命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但大家都在传，说您可能要升职了。升职不一定涨工资，但一定涨工作量啊。阿唐，你在害怕？不是怕，是我这人命薄，怕被工作压得更薄啊。你撑得住，能按住我不去硬扛危险装置的人，胆子不会小。谢谢夸奖，下个月咖啡预算减半。姐姐，这些东西真的差点被坏人偷走吗？所以才要有人守着他们，也要让更多人认识他们，知道他们重要，他们就不容易被偷走。苏老师，这些都需要您过目。顾廷森没炸掉沈魔，但他成功炸出了我的工作量。别急，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馆长，我现在听见更重要3个字，钱包和肩膀会同时疼。小苏，下午表彰会议，上级点名让你发言，你现在可是文博界新招牌。招牌也需要保养，尤其是刚被干热灭火器糊糊过的那种。
小苏，这次不是普通表扬，省博接下来要做文物追溯、公众科普和安全整改，需要一个能扛事儿的人站出来。馆长，您别铺垫，我对能扛事3个字有心理阴影。苏唐同志，这次案件中，你提前发现风险，协助警方固定证据，保护馆藏文物，表现非常突出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如果能把清洁费也算进应该里，就更好了。更难得的是，你把专业鉴定、公众传播和现场应急结合起来，让更多年轻人开始关注文物保护。小唐知道怎么让大家重新看见这些东西。文物不会自己说话，我们这些做文博的，总得替他们把话讲明白。我年纪大了，本来也快到退下来的时候。省博接下来要面对的不只是展陈和保管，还有追溯、科普、数字化、安全体系重建。我建议由苏唐先以代馆长身份接手部分工作。他年轻，但他懂专业，也扛得住事儿。老馆长的建议，我们会按流程研究。考虑到省博现在确实需要过渡负责人，先由苏唐同志代理馆长工作，是可以讨论的方向。代理馆长，翻译一下就是工资还没确定，活先翻倍。苏唐同志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服从安排，顺便希望组织也能关心一下代馆长的加班补托。主君，你今天发言特别稳，弹幕都说你像真正的馆长。站到台前不丢人。先别夸太早，内部消息只是代理，正式任命还没下来。家主，恐怕快了。很好，今天开始，我正式失去下班自由，也就是说，我连摸鱼都要写工作总结了。能者多劳嘛。这话从你这个天天霸占沙发的商代大宝贝嘴里说出来，确实很有压榨感。我保留抗议权。主君，当馆长是不是就有更大的办公室了？理论上是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呀。文物是历史的回响，也是文明留下的证词。接下来，省博会建立面向公众的鉴宝普法栏目，让知识走出高墙。主君，微笑，对，就是这个弧度，很有大女主气场。第二，我们会推进流失文物追求合作，让更多离家的国宝有机会重新被看见。第三，全面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，用新的技术为旧的文明建立更长久的记忆。很好，发言没翻车，今天的馆长面具暂时保住了。哎呀妈，不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如让我回家打2盘游戏呢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这是老祖宗的宝贝，是无价之宝。无价？不就是值多少钱吗？能换一套房？它真正的价值不是拍卖行里的数字，而是它记得我们从何而来。他们看见了，他们真的看见了。主君说的没错，总有人会重新认识我们的。苏唐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好是一回事，账单是另一回事。阿五姐，这个月咖啡豆费用翻倍了。你是商代国宝，不是意大利咖啡机。这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。你这叫嘴馋。弘扬华夏文化我义不容辞，但为了养活这群饭量奇大还贵得高北的国宝祖宗，我这副沉稳端庄的馆长面具到底还能戴多久啊？看来祖宗还没认完。